墩墩奶爸区别对待其三妹和其他小熊，才明白什么叫谁家的孩子谁稀罕。最近可爱的三妹开始尝试爬树了，墩墩奶爸担心宝贝孙女攀爬时摔伤，又不舍得阻挠小家伙的天性，干脆守在一旁，用手托着三妹的屁股，满眼温柔地看着她慢慢征服大树。就是说这跟亲爷孙有何区别？要是小五看到墩墩奶爸这副嘴脸，肯定得气得给他一套喵喵拳。毕竟当初墩墩奶爸教他爬树的时候，不停摇头叹气，最后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以至于小五交不上作业被妈妈胖揍。而墩墩奶爸的双标还不止于此，当他抱忙小五出门营业时，那动作就像战士上战场扛炮似的，就连好奇第一胎宝宝奇珍奇宝姐弟俩都是被墩墩奶爸夹在嘎吱窝抱出来，一整个潇洒不羁，手拿把掐。相较之下，墩墩奶爸抱其三妹时，直接让猫粉意识到熊猫是易碎品，白手套加公主抱，哪只小熊能不嫉妒？这才是真正的川渝加公主吧。其实也不怪墩墩奶爸偏心其三妹，实在是小家伙长得可爱，性格也黏人。为了感谢外公不辞辛苦抱自己回家，三妹昂起脑袋直接给了他一个亲亲，给墩墩奶爸哄得脸上都笑开了花。而小五这臭小子只会动手动脚，一巴掌下去差点让墩墩奶爸破相，气得奶爸当场对他口头警告，同为独苗性格差异咋就那么大了？并且其三妹感受到外公偏爱后，也懂事的将所有温柔乖巧都给了他。自己玩累了会跟外公打声招呼后，直接去公主毯上哄自己睡觉，完全不需要墩墩奶爸多操一点心。这天墩墩奶爸像往常一样把其三妹和玩具放在公主毯上，谁料小家伙突然转身抱住外公撒娇，仿佛在说不要玩具，要和外公贴贴。别说是墩墩奶爸本人了，就算是屏幕前的姨也被萌化了。就是说这么软萌可爱的小熊，多偏心一点怎么了？不过当其他饲养员照顾三妹时，小家伙却不如这般乖巧了。大晨晨奶爸好心帮三妹摘粘上的树叶，结果他直接抱着对方的波棱盖啃。而当馆长帮忙照看其三妹的时候，小家伙更是一刻都闲不下来，直接跑到草丛中忙忙碌碌寻宝藏。馆长把他抱回去时还很不乐意，气得直接给了空气一套军体喵喵拳。等到馆长收小家伙回家时，其三妹更是气势汹汹地冲他大声狗叫，简直比小辣妹于爱的脾气还大。就是说其三妹和墩墩奶爸怎么能不算是一种双向奔赴呢？饲养员请假不跟大熊猫报备，后果究竟有多严重？这天冯奶爸跟领导请了半天假，但他却忘了跟真正的债主子喜乐报备，而这一时疏忽直接酿成严重后果。喜乐等了一天都没等到老冯伺候，就开始闹脾气，下班都不回家了。于老爷低声下气的哄了他2个多小时，倔强的喜乐却始终只给他一个侧脸。大熊猫没有那么善良的含金量，此刻还在不断上升。眼看喜乐非要冯奶爸亲自来请，崩溃边缘的于老爷无奈只能电话摇人，把冯奶爸从几十公里外的医院喊了回来。而在他倒地铁赶回来的这2个小时里，喜乐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爬架上，不知道的还以为屁股毛被粘在铁上了。老冯坐了2个多小时地铁，屁股都麻了，却来不及休息，脱掉棉袄就开始收猫。就是说这真的很像要跟喜乐干一架似的。大姐你真了不起，你能把我从中原薅回来，我这个熊啊，你这比他妈多2个人穷是吗？走吧，别拿去。没想到冯奶爸才劝了喜乐2分钟，居然就老老实实回家去了。只能说喜乐脾气虽然大，但心是好的，凭一熊之力给冯奶爸干成了钛合金饭碗。当年刘奶妈同样是请假没跟泰山报备，导致小家伙憋了一肚子气，即便奶妈回来了也不愿意搭理他。海宝乖，还吃椰子了不？啥子嘛？这儿？嘿，这个娃娃，你还给我抗议嗦！刘奶妈低三下四的哄了好几天，这小子才终于勉强原谅了他。也正是这次失误带来的深刻教训，此后刘奶妈再想请假都先跟泰山商量，还贴心的拿来窝头笋笋贿赂熊孩子。嗨，明天妈妈有事要请几天假，妈妈爸爸生病了，晓得不？要去照顾他，你自己乖乖的好不好？我就快去快回。其实不光是国宝大熊猫依赖饲养员，几乎所有动物都离不开铲屎官。别看电视里的森林之王老虎威武霸气，在奶爸面前却是爱嘤嘤叫的金渐层。好，不就休假几天吗？哎呀，你瞅没见着，瞅你这赖叽劲儿的。哎呀，这往你脚上一坐，你看着吗？呀，这黏着你。哎呀妈，这可粘人了。每天一哼哼啊，每天一哼哼。感觉动物饲养员压根不存在加班情绪，甚至恨不能时刻跟好大人黏在一起。俄罗斯一动物园的花豹被饲养员养大，彼此的感情和亲父子别无二致。但后来饲养员因家庭原因无奈辞职，见不到他的花豹开始不吃不喝闷闷不乐。园方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无奈联系饲养员，并批准他领养花豹，把其带回家照顾。果然幸福猫生就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爱绝对是全网唯一一只吃竹子都要被夸的小熊，因为于可于爱的体重一路狂飙，虫洞开始控糖调整兄妹俩的饮食结构。以往一日三餐可能都有果果和笋笋，如今减到1、2餐，而且放了更多的竹子。不知情的爱姐出门就到处找小零食，然而找来找去却发现只有难吃的竹子。不信邪的她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爬上树，却被现实打击的失去所有力气和手段。虽然大熊猫的主要食物就是竹子，并且多吃还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已经是苹果脑袋的爱姐才不管这么多，抱着竹子就开始满院子撒泼打滚，表示抗议，像极了两脚兽幼崽挑食不想吃蔬菜时，故意把碗筷弄出响声。其实爱姐从小就不太爱吃竹子，甚至看到饭桌上摆了竹子就会生气，愤怒的将其痛扁一顿再拿去扔掉，可以说是看一眼竹子就心烦的程度。但熊是铁饭是刚不吃竹叶饿得慌，爱姐气鼓鼓的把竹子痛扁一顿后，肚子饿了还是得再乖乖捡起来吃掉。对此爱姐表示，虽然本宝宝吃了竹子，但要让你们知道我也是有脾气的。以前小爱吃果果笋笋的时候，就连侧脸都是甜美可人萌化人心，如今吃竹叶仿佛在吃仇人一样，直接变成凶神恶煞的社会我爱姐。原以为爱姐会逐渐适应吃竹子，可当看到表弟莽小五的院子上果果，努力往下咽竹叶的爱姐又鬼火冒了。2大提果果就不能分我一点吗？于是越想越气的爱姐转身回家，气势汹汹的找外公要美味果果吃。也许是心疼小家伙这2天没吃好饭，外公用小麻袋给他装了些果果，爱姐高兴的直接躺在门口大快朵颐。吃完举起熊掌祈祷，嘴里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来一点行不行？这虔诚的小模样瞬间萌化姨姨的心巴。但为了身体健康，爱姐还是听话吧。而馆长也为调整饮食结构煞费苦心，因为于可于爱兄妹俩跟成精似的聪明，经常假装打架骗饲养员的果果，所以直接安排兄妹俩错开时间段营业。这下两熊总不能自己打自己吧？有猫粉说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尝试，就是把南瓜和竹子同时摆在饭桌上，爱姐肯定会毫不犹豫的吃竹子，毕竟比起南瓜，竹子都显得异常美味。或者也可以让爱姐品尝北冬窝头，保证一口下去从此爱上竹子。那奶爸一路小跑给灵言麦麦送雪，才明白栾洞有多宠大熊猫。最近栾洞下了入冬后的第1场雪，奶爸为了让灵言麦麦早点玩上雪，拎着小桶用铲子一点点的收集，费了9牛2虎之力才好不容易装满。然而奶爸却顾不得停下来休息，担心雪化掉，一溜小跑给熊孩子送去。灵言高兴的直接把雪全都倒在身上，跟个宝宝似的撩起来搓搓耳朵搓搓脸。麦麦更是顾不得炫一旁的美味笋笋，一屁股坐在粉盆里给自己做冰敷，最后更是整个身体都蜷缩成了熊猫蛋。能看出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份特别的礼物。不得不说，虽然栾洞位置比较偏远，但园方和饲养员真的有在用心照顾两熊。当初大家都调侃灵言是园长摸黑挑的，发现是车座子后还想跟中心退货。其实两熊来到栾洞时受到了热烈欢迎，电视台记者也全程报道了欢迎仪式。尽管灵言麦麦来到栾洞时正处疫情，没游客没收入的园方也没有苛待他们，而是直接贷款把两熊照顾得白白胖胖。这场人跟熊熊的相遇简直就是最好的安排。果然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奇遇的开始。如果你也想拥有这种高光瞬间，现在就上搜 APP 打开奇遇灵吧，铃铛一响，奇遇登场，有趣的灵魂就会找到你。和自己三观和兴趣一致的人聊天才会更合拍，更懂彼此的有趣。在搜上奇遇灵的每一次响起，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遇和惊喜。因为发现灵言特别喜欢猛男粉，栾洞不仅贴心的给他安排粉色系玩具，就连介绍牌也都做成了粉色，就是说简直不要太宠。不仅如此，奶爸奶妈也都好爱他们。据说乔奶爸随身带着砍竹子的工具，但凡发现又肥又嫩的竹叶，必定摘下来拿给俩好蛋儿尝尝鲜。当麦公子第一次尝试吃甘蔗时，经纪人和奶爸奶妈全跑出来观察好蛋儿，看着他吃的香甜，耳朵都飞成了小靴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宠溺。真可爱呀，抱着一根这个。麦麦爱心，今天这竹子味儿不一样，更甜。当初灵言吃完驱虫药身体不舒服，一向上蹿下跳爱好整活的他无精打采，蜷缩着肚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奶爸担心熊孩子竟直接冒险走进内场，要知道成年大熊猫攻击性极强，更何况是这么大体格的灵言。奶爸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家孩子，而言麦饲养天团中唯一的奶妈同样将熊孩子们视如己出。传闻灵言之所以喜欢粉红色，就是因为宠爱他的奶妈穿粉色为斗。或许在灵言眼里，粉色就是爱的象征吧。当奶爸奶妈打扫灵言的房间时，麦麦趴在玻璃墙上跟饲养员贴贴撒娇，奶爸看到后立刻过来摸摸他的鼻子，眼底的宠爱简直都要溢出来了。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难怪灵言麦麦能养成阳光活泼的性格，也希望所有小熊都能拥有幸福熊生。